当夜色低垂，1938年11月的寒风中，一场前所未有的破坏与暴力在德国与奥地利的街头上演。这场后来被称为水晶之夜的浩劫，成为了二战历史中无法抹去的暗痕。街道上，商店的玻璃碎片如同失落星辰般散落一地，犹太人的哭泣与哀嚎成为了那晚最凄美的乐章。这不仅是物质的破坏，更是人性与文明的倒退。当我们在 YouTube 上搜索 Kristallnacht、Nazi、Jewish、History、World War I 等关键词时，无数纪录片、见证人访谈、历史分析的视频便浮现于屏幕。它们不仅让我们得以重温那段惨痛历史，更是让我们反思人性的脆弱与坚韧。透过 YouTube 这个时代的智慧水晶球，我们得以窥见过去的世界。从1938年到纳粹党冲锋队，从犹太人的悲剧到纳粹集中营，每一个标签都是一扇通往过去的窗。当我们点击播放，历史的影像便在眼前重现，仿佛时间倒流，那些曾经活生生的场景，那些曾经的欢笑与泪水，都透过数位化的记忆，在现代社会里得以永存。这些视频成为了教育的工具，提醒我们，历史不应被遗忘，记忆不应被埋葬。然而，当这些黑白画面与我们的现实交织时，我们不禁要问，我们真的从历史中学到了什么？YouTube 上的评论区里，全球各地的观众发出了他们的心声，有的是对历史的同情与惋惜，有的是对不义行为的愤怒与抗议，还有的是对未来可能重演的担忧与警惕。这些互动证明了，历史的意义不仅在于回顾，更在于启发未来。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， YouTube 提供了一个多元的平台，让我们得以探索历史的深处，挖掘每个角落的真相。就像水晶之夜的碎片，被我们一一捡拾，拼凑出完整的真相。这些散落的碎片不仅构筑了过去的记忆，也搭建了通往未来的桥梁。当我们在下一段视频中继续探索更多有关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、战争的残酷与人性的挣扎的故事将被揭露，让我们不仅仅是观看者，更是记忆的传承者，以及和平的守望者。接下来，让我们一起走进那段黑暗历史的深渊，了解更多，感受更多，思考更多。我们是个初创小团队，我们在用心的做视频，我们希望得到你的鼓励。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，麻烦你点赞和订阅，以便让视频更符合 YouTube 的算法。如果你不喜欢或者有其他想法，请在留言区告诉我们，谢谢你。随着第一段的结尾，我们走进了那段黑暗历史的深渊。YouTube 上那些诉说着不同故事的视频，就如同一扇扇窗户，打开了进入过去的通道。在这些视频中，我们看到了那时的城市街景，仿佛能感受到那些摧毁的玻璃在冷风中发出的轻微叮当声。那声音是如此清晰，仿佛就发生在耳边。画面中的人们面无表情，他们的眼神中充满了恐慌与不解。那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恐怖，一种对未知命运的恐惧。当这些画面在我们眼前展开，我们不禁问自己，这一切怎么可能发生在真实世界？ YouTube 的评论区成为了一个公共论坛，人们在这里交流思想，分享感受。有人说这是人类历史的羞辱，有人则表示这提醒我们必须警惕，不可让类似的历史悲剧再次发生。每一条评论都是一个独特的观点，每一个观点都代表了一个人的思考与感悟。在这里，我们看到了不同背景、不同文化的人们如何对这段历史有着不同的理解和反应。这些互动不仅巩固了我们对过去的记忆，也强化了我们对未来的承诺，那就是记住历史，避免重蹈覆辙。我们继续在 YouTube 上深入探索，发现了更多关于水晶之夜的细节。视频中的历史学家讲述了那晚的经过，如何从一场政治宣传演变为一场全面的暴行。他们分析了纳粹党的宣传机器是如何操纵民众情绪，以及这种宣传如何导致了对犹太社区的无情打击。这些视频不仅记录了历史，还试图解析历史背后更深层的原因和结果。我们看到了政治动机如何在人心中播下恐惧和憎恨的种子，也看到了这些负面情绪如何被转化为暴力行为。除了历史学家的分析，视频中还有幸存者的见证。
他们的故事不仅仅是关于痛苦和悲伤，更是关于希望和生存的意志。他们的声音有时因年老而颤抖，但他们的记忆却清晰得惊人。他们讲述了那些被破坏的家园、失去的亲人，以及在集中营里挣扎求生的日子。这些个人的故事给予了历史以人性的面孔，使得遥远的过去与现在的我们产生了连结。在这些视频的帮助下，我们不仅仅是记住了一段历史，而是体会到了那段历史的深刻意义。水晶之夜不应只被视为一个历史事件，而应是一个永恒的提醒，提醒我们对权力的盲目追随有多危险，提醒我们对平凡生活的珍惜。当我们关闭这些视频，回到自己的生活，那段历史的回声仍在耳边萦绕，促使我们思考，激励我们行动。这些个人的故事给予了历史以人性的面孔，使得遥远的过去与现在的我们产生了连结。这是一种跨越时空的对话，一种由心灵深处发出的共鸣。YouTube 上的这些叙事成为了桥梁，连接着不同时代的人们，让我们得以从先辈的经历中学习，从他们的坚韧中找到力量。当我们进一步深究每一个被记录下来的细节，我们开始理解那些经历过水晶之夜的人们不仅仅是历史的受害者，他们同时也是勇气与毅力的化身。在一段段视频中，我们看到了那些逃离迫害、建立新生活的人们，他们的故事给予我们启发。在面对绝望时，人性的光辉是如何照亮黑暗。这些生动的记录提醒我们，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，希望的火种从未熄灭。观看这些视频，我们不仅见证了历史，更是在见证人性的力量。每一个故事，每一个记忆，都如同一盏盏灯塔，指引着我们前行的方向。而这些方向不仅指向了过去，更照亮了未来。YouTube 上的这些内容不仅仅是信息的传递，它们也是灵魂的触碰，是智慧的传承。当我们翻阅这些数位档案，不禁感慨于科技给我们带来的这份珍贵礼物。在当今这个数位化的时代，我们能够随时随地地重温那段历史，并从中吸取教训。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学习方式，它让我们可以直接与历史对话，与那些曾经经历过历史洪流的人们对话。最终，当我们关闭了电脑屏幕，从这些数位影像中回到现实世界，我们会发现自己已不再是原来的自己。这些故事，这些记忆已经成为了我们内心的一部分，塑造了我们的世界观，影响了我们的行为。YouTube 上的这些视频就像时间的容器，将历史的精髓保存了下来，让我们在反思中成长，在学习中进步。在这篇文章的最后，我们不仅对水晶之夜有了更深的认识，更重要的是，我们学会了如何从历史中找到生活的智慧，如何从过去的教训中为自己的未来寻找指引。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拥抱了这个能够穿越时空的平台 YouTube， 让我们记住每一次的点击和观看，不仅是对过去的一次回望，更是对未来的一份承诺。